马上呢就是长假了，这次呢我测试了5个 AI 助手以及2个带 AI 功能的视频平台，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够为我策划一个切实可行的旅行线路。终于到11假期了，我和我对象终于能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次呢我打算自驾从大连开电车去延吉。那么事先呢，其实我已经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消息，以及问了走过这条线路的身边的朋友，对这个线路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。而每一家的 AI 给出的结果呢也不尽相同。最后我觉得最好的那个呢，确实也出乎了我的意料。那么这几家 AI 助手呢，分别是 DeepSeek、豆包、同意千问、ChatGPT 以及谷歌的 Gemini。这2个视频平台呢，分别是小红书和抖音。这次出行呢，我是打算开我的特斯拉。这个车呢，我买了3年，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远过。所以呢，这些 AI 提供的结果呢，我并不准备完全采纳，还是要根据现实当中的消息呢去做一些交叉对比。但是呢，为了考虑到这次测试的普遍性，我没有在提示词里边去加电车相关的内容。首先呢是 DeepSeek 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比较完整的，但是呢，你仔细去看它里边的内容，其实每一点说的都比较泛。而且线路选择上，它并没有选择我们真正自驾会常走的那条 G331国道的线路，而是选择了只有高速的线路。还有一点呢，其实踩到了我的雷区，就是它提供酒店的建议的时候给到了具体的酒店，但 DeepSeek 的整体行文呢相对比较流畅，可读性呢也比较高，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勉强及格。那么下一项呢是豆包的客户端版本，大家可以看到豆包的这个回答呢相对比较生硬，但是呢信息给出的方式呢确实比较高效。从路线选择上的话呢也是对的，就是大家经常会走的那条线路。但是呢，过分简略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对景点的介绍并不是很充分，略过了相当多比较重要的景点，对提示词的理解呢好像没有很充分。而且豆包的这个客户端感觉非常的臃肿，我想要的功能都不在合适的位置上，这一点体验比 DeepSeek 确实是差了不少。而且豆包在建议的时候同样提到了具体的酒店。在这一点上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，你是喜欢它提供具体的酒店建议呢，还是给我一些选择酒店区域的参考？当然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这种做法的，因为你提供了具体的酒店，很难让人不去相信你背后有什么交易。所以豆包客户端版本在我这里呢是不及格。那么下一项呢就是通义千问。通义千问的回答在我看来是国产这3家里面做的最好的，对提示词的理解也比较深刻，因为我提到了11去旅行，所以他替我避开了1号到8号。然后呢，他提供了详细的表格，去介绍了每一段的时间和距离，也提供了相应的住宿区域的建议。同时呢，他在下面的小 tips 里边也提到了关于电车出行的一些建议，以及各地的美食，这让我对它的好感度大大提升。而且呢，它的 UI 呢相对比较简洁，我想要找的功能呢基本上1、2下操作就能找得到，这一点真的是对我非常的加分。所以国产这里面通义千问的回答是最好的。那么下一项呢就是谷歌的 Gemini。谷歌的 Gemini 呢是有2个模型的，一个是 2.5 的 Flash， 更适合去做一些轻量化的活动，一个是 2.5 的 Pro， 更擅长去做一些推理和复杂的运算。那么在行程规划方面呢，我觉得 Flash 给我的版本呢过于的简要， Pro 给我的版本呢相对比较细致。但是他们俩呢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好像有一些水土不服，对国内路线的了解呢并不深刻，给我提供的线路呢好像只有高速这一条线路的选择。但是谷歌的 Gemini 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直接浏览 YouTube 上面的视频。当然 YouTube 上面的这些视频呢都是针对外国人的，总体呢我看下来呢就是不太适合我们国人去旅游。那么这里呢谷歌在国内的行程规划给我的感觉呢也是不及格。紧接着呢我们来到 GPT。 那么从结果上来看， GPT 依然是在这些 AI 助手里边相对比较头部的了。从回答的结果上来看，它给的也相对比较完整，路线选择呢也同时给出了高速以及 G311国道的这2条路线的选择。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在具体的路程介绍的时候把这2种选择混到了一块儿去，并没有做一个分开的建议。在具体的景点介绍上好像也略微有一些水土不服，对我们实际会经历的这些景点呢好像并不是十分了解。当然呢这可能只是针对国内的情况，我在11结束之后呢跟对象也会计划去日本，其中的很多路线我就参考了 GPT 的建议。那么这里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点个关注，到时候呢我会帮助大家如何用最轻量化的设备去记录自己的生活，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。那么这2个视频平台呢，首先是小红书。小红书给我的结果从操作逻辑上来看，是它先进行搜索，根据搜索出来的笔记再用 AI 去做总结。这样的好处是相对结果比较准确，坏处是呢它总结的过分简略，而且呢总结会有偏差，我们每一次搜出来的结果呢可能不太一致。当然小红书的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真人的笔记可以去做参考。那么最后一项呢就是抖音了。
因为抖音里的 AI 呢也是豆包来驱动的，但是这两家的结果呢完全不一样。抖音内部的这个 AI 呢给了我很多惊喜，有可能呢是因为抖音内部的视频内容足够的丰富，它能够提供的训练资料也更多。它不仅呢给了2条线路来供你选择，也给了各个地区详细的景点，甚至呢你可以做一个图示形式的整个路程规划。整体的感受呢是要比豆包的客户端是好上不少的，但是呢具体的景点以及行程方面还是不够细致。最后呢我们来做个总结，国内这几家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呢是通义千问，无论是从回答的完整度、内容的细节程度以及整体的 UI 反应。其中豆包呢，如果大家想用的话，我其实建议用豆包的抖音版，它的客户端版本做的既臃肿，回答呢也不是特别好。DeepSeek 现在看来呢，好像风头已经过去了，可用性很低。这个 ChatGPT 和谷歌的 Gemini， 我感觉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。那么在具体的行政规划方面，我觉得 GPT 还是要强不少的。如果大家有去国外的规划，可以去找 GPT 做一些参考。当然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交叉对比一下现实当中的信息。那么这2个视频平台呢，我其实还是觉得抖音这边要做得更好一些。当然，从准确性上来讲，我感觉就通义千问而言，还是稍微差了一点。抛开路程规划这个问题，不知道你最常用的 AI 软件是哪一个呢？如果你有一些好的经验，也方便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